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题目，第一个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是第一威胁，第二是美国针对中国超算能力的点穴攻击啊。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啊，4月13号公布了这个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已经交给了美国国会。那么今天和明天2天啊，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还有其他的这个高级的情报官员会去美国国会，向美国国会做听证。那么美国国家的情报总监呢，主管美国的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归他管，18个啊，有18个情报机构啊。那么这份报告阐述了美国情报机构对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第1年所面临的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那么这份报告呢说，那么疫情的流行和全球气候变化让这个世界变得会更加复杂啊。在这个国家情报总监设立之前，美国的情报系统的龙头是中央情报局啊，通常叫中央情报总监啊，通常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兼任这个中央情报总监啊。那么2004年小布什总统就设立了一个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的岗位啊，那么统筹18个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为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供最全面有效的这个情报分析啊。那么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这个美国情报体系整个情报系统第一份这个威胁评估报告。那么主要是聚焦未来1年美国面对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啊。那这份报告当然最重要的是讲中国。那么报告把中国列在威胁名单的第1位啊，然后就是什么？俄罗斯、伊朗、朝鲜、疫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地区冲突啊，那么是一个这样的排序啊。那么这份报告认为啊，中国正在日益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啊，在经济、军事、技术多个方面对美国造成挑战。那么关于中国部分，他的报告的题目说，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公式啊，他是这样形容中国啊。这部分的前言是说啊，中共将继续以全政府之力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啊，削弱美国影响力，破坏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建立有利于中国威权主义体制的新的国际态势啊。那么这部分从地区、国际活动军事能力、大规模杀伤武器、太空、网络、情报、影响力运作、影响及干扰选举等几个方面啊，总结了中国威胁的评估啊。报告认为，中国将军事能力和经济、科技、外交影响力结合啊，维护中共的地位，保护领土和地区优势，寻求国际合作，损害美国利益啊。那么它有几点啊？第一个，中国在南海用恐吓手段对付邻国啊，那么中英边境的紧张气氛将会保持较高水平。第二，当时机恰当的时候中国会战术性的降低与美国的摩擦，然后美国目前不会和俄罗斯、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啊。中国将继续以统一问题向台湾施压，并阻止美国与台湾的互动联系。中国将台湾孤立于国际，增加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
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未来围绕着台湾问题的摩擦将会增加。中国是美国，就是中国是美国技术竞争力的最大威胁啊。报告说，中国为了提高它的技术能力，会使用从公开投资到间谍到盗窃等多种手段。中国将控制疫情包装成制度性的优势啊。那么利用疫苗外交扩大影响力，然后中国有能力发动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啊，有能力造成至少是地方性、暂时性的干扰啊。然后中国计划未来10年将核武器储备规模至少增加1倍啊，这是对中国的一些分析和判断。俄罗斯采用多样的战术，降低美国影响力，分化西方国家，弱化西方联盟，建立塑造全球事件的主导能力的国家啊。那么俄罗斯仍然是对美国造成严重的网络威胁。伊朗目前没有进行关键性的核武开发活动啊，这是他的基本判断，很重要啊。那么川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德黑兰恢复了一些核活动。伊朗在中东地区将构成对美国及其盟友持续的威胁啊，这是伊朗。朝鲜对常规军事能力的升级，对美国、韩国和日本构成更大的威胁。金正恩坚定地致力于开发核武器、弹道导弹，对化学和生物武器感兴趣。可见的未来，朝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除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外，这份报告还提到公共卫生等非传统的挑战，其中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政治影响将持续数年，而生态退化、气候变化将加剧政治动荡及人道主义危机啊。那它大概的内容我们就报告这么多啊。这份报告很重要。第一，这是一份公开的报告啊，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对这个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主要的对美国的影响。那么，有没有新的东西？老实讲，这里面没有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全部都知道啊，基本上都知道啊。这里面是不是涉及机密情报？当然不涉及啊。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报告最重要的是，其实不是他提供的情况啊，这些情况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情况都知道。他提供的是什么？他提供的是判断。其实，在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信息，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其实都差不多。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跟中央情报局看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情报跟情况的分别，我们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情况或者情报最重要的并不是情况本身，而是情况之间的内在的结构啊。你可能知道金正恩戴了一块手表，但是你不知道这块手表从哪里来的，它背后有什么关联，你就不知道金正恩利用他的资金在做些什么事情。当你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块手表的信息本身就是有价值。所以情报机构并不是说他知道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就是说知道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其实他知道的信息大部分我们都知道，只是说他要做的工作是找到这些信息背后的连接，找到建立一个架构，这个架构能够引导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这才是情报机构核心的工作。所以情报机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在前线去抓信息，而是后台的分析
我们叫分析员，分析是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的并不是这个报告本身它提供的信息，而是它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我们对这份报告的分析是什么？就是它的结论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它的结论有2点很重要。在这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部分当中，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我读原文：中国正日益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多个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美国目前不会同中国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个结论很重要大家还记得吗？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台海问题的这个讨论很多尤其是很多人认为，在台海会发生，就是习近平耐心用完了，他会渡海作战，他会武统台湾，这种说法很多。那么，如果是这件事情是成立的话，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这份报告有2种可能性。他的这个判断是，美国跟中国近期目前不会发生军事冲突，要么就是否定台海，就是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习近平决定武统台湾，美国会袖手旁观，只有这2个可能性才会令这2件事情同时发生。那么第一个，刚刚布林肯讲完了什么？讲完的就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承诺就是对台湾的承诺，安全承诺。这个安全承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这是2个矛盾的说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反过来认为，台海不存在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我们先说后面这个，前面这个，中国正在日益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势均力敌这很重要那么作为一个美国作为一个冷战结束之后的唯一的超强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就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那么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超强，就是美国。而这份报告讲，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当然还没有势均力敌，就是说日益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么也就是说还没有成为，但是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呢，其实是给美国人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就是美国要进行反应，如果美国不反应的话，中国就会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出一份这样的报告这份报告当然它是有例行制度性的要求就是美国情报总监每年是要向国会提供一个这样的报告，然后向国会报告这个他们的结论和想法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印证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拜登政府在推出大家有没有印象拜登政府在推出他的基建计划的时候，他非常清晰的讲，我们推出这个基建计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那么你通过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的这份报告，其实还是在重复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中国威胁来了中国威胁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拜登政府在最近的一系列操作，我们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晰的是什么呢？那么利用中国威胁这个工具，拜登总统在用这个工具在为他的政策护航你以基建计划
包括基建计划，包括国防预算啊，也就是说，中国成了拜登政府政策中心的依据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啊。这个操作你可以看，拜登政府更在政治操作层面更成熟啊，更熟练，更老练啊。这个做法呢，这个策略呢，回应了两件事。回应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社会的焦虑。你现在看一下美国主流媒体，现在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威胁。哎，中国离我们越来越近啊，各种各样的说法，全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他在回应什么呢？这个说法是在回应美国的焦虑。第二个，也符合美国国会的主流诉求。美国国会的主流诉求是什么？对中国强硬，无论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说要对中国强硬。所以这个操作呢，反映什么？拜登总统的这个政治手腕非常的老练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基础，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二个，以这个框架为基础啊，就是说，拜登总统现在用中国威胁为他的政策护航啊，他很多政策，包括现在有基建计划，然后下面就是家庭计划，这两个计划加在一起4万亿，这是个不容易的政策。那么他在推动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各种中国威胁就在舆论上跑啊。那么以这个架构为基础，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就持续的对中国施压，施压，所有的政策工具都派上用场，从商务部到财政部，一个个都在轮流上场，这是你可以，拜登政府毫无疑问在把所有川普政府留下来的政策工具都用上，都用上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以这个为大前提往前看。展望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对抗将会持续上升，而且这个强度、这个烈度，我们下一个专题我们就讲这个拜登政府的操作是什么操作，这个烈度会远超川普时代啊。川普时代呢，政治调子喊得很高啊，川普像复读机一样的不断的重复。中国要怎么样？中国要怎么样？不断的重复啊！我们对中国要强硬，我们对中国要强硬。然后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做很多政策宣示，各种政策宣示，话都说得非常的狠。但是川普政府的缺点是什么？他的政策没有结构啊，像星罗棋布，想的一出是一出，不系统，没有结构。抓不住重点，打来打去都是敲锣打鼓的效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其实还是受到什么中美贸易协议的牵制，他怕碰到那个事情，所以碰到那可能会影响这个事情，他都绕开。但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就很清楚他就有结构、有系统。那么这里面还有一点，我刚才讲为什么他讲这个情报讲，目前美国跟中国和俄罗斯都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也反映了拜登政府的一个底线。什么底线？斗而不破就是不翻脸不翻脸，不发生军事冲突，但是还是要施加压力这基本上就是我们通过这一份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我们对拜登政府的一个政策方向做出一个分析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今天讲第二个主题，美国针对中国超算能力进行的点穴打击那么4月8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工业与安全局BIS
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机构列入这个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支持中国的军事化行为，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排名第一的是谁？排名第一的是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它的核心的产品是什么？它的核心产品是飞腾芯片啊。那么飞腾芯片有2个供应商，一个供应商是世芯啊，世芯是设计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它帮飞腾芯片设计这个芯片的 ASIC 的这个设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台积电，台积电是芯片帮它代工啊，做出来，一个是设计出来，一个是做出来。那么世芯呢？世芯目前所有的飞腾项目已经停下来了。那么世芯现在和这个美国的一个律师合作，了解这个工业与安全局的对飞腾的限制。那么希望可以这个恢复供货，但是呢，这个希望基本上是不存在啊。其实他只是说希望而已，这是不可能的。那么飞腾呢？飞腾的业务占世芯营收的39%，世芯的股价，它在台湾上市，已经连续跌停4个交易日啊。那么台积电这边呢，就启动全面的盘点机制，已经停止了承接这个飞腾芯片的这个订单。那么台积电清点了一下，飞腾通过这个 IC 设计公司，就是世芯下的订单一年低于1万片芯片啊。那么它产能腾出来以后，马上急单填补啊。那么生产线还是满负荷运作啊。这个动作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动作的结果就是天津飞腾的飞腾芯片不能再进行设计，也制造啊，这对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形成有效的打击。那么2015年，美国针对中国超级计算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制裁，禁止英特尔向这个中国的天河2号超级计算机出口所需要的芯片。然后之后呢，中国就开始自己投资啊，自己投资就搞什么呢？搞自己的芯片。然后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无锡中心2016年采用自行设计的芯片，组建了当时全球最高效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啊。那么美国商务部的最新的制裁，这七家这个实体清单里面，其中有包括什么？包括天津飞腾啊，我刚才讲过，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啊，成都神威科技4家这个还有4家这个操算中心，其中有3家机构就和神威太湖之光有关啊。那么神威太湖之光的超级计算机是由维护中心，就是无锡中心啊，超算无锡中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成都神威科技公司就是神威太湖之光使用芯片神威26010的制造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是神威26010芯片的销售商啊。你看这3家都是跟这个神威太湖之光有关啊。那么另外，美国的制裁行动也着眼于制衡中国未来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计划。那么现在中国正在开发天河3号啊。那么号称什么运算速度可以突破每秒100亿次啊，100亿次，这种速度可以被称为亿级超级计算机啊。那么成为这个领域下一顶皇冠。那么这台这个超级计算机跟那个神威太湖之光一样，都会采用中国自行设计的飞腾芯片啊。那飞腾芯片就是我刚才讲的天津飞腾。那么前面一制裁，其实它一方面是要制裁太湖之光另外一方面也制裁到了哪里？天河3号啊。
那么最新的这个措施之后，最新的措施实际上呢，天津飞腾是不可能用现有的这个软件进行这个芯片设计啊，就是芯片设计的这个平台是美国的啊，台积电也不能够为它代工。那么这跟之前制裁华为的措施是一样的，基本上这个措施，制裁天津飞腾的措施和制裁华为的措施是一样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是太湖之光还是这个天河3号，他们都会受到芯片的影响啊。你可以看一下，之前其实2015年其实留了一个很大的空啊，这个很大的空就是代工这一块。那现在这块把它堵上呢，基本上这件事情，天津飞腾是不可能再进行芯片的研发的，就像海思一样啊，华为的海思也是芯片设计，但是如果一制裁它海思以后，它其实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个芯片设计，因为为什么？因为软件平台是美国，芯片设计的软件平台是美国，两个芯片的这个软件平台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一块可以突破的话，那华为其实是可以突破的。如果华为突破不了，你可以看到天津飞腾也是突破不了，一样的，他们所处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啊。那么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啊，超级计算机目前中国是保有量是最多，中国是214台啊。那么美国只有多少？美国是113台，日本是34台，法国18，德国17，荷兰15啊，其他国家总共加在一起89台。那么，所以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是已经在2017年就超过了美国，所以中国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什么啊？美国针对中国超级计算机领域的这个制裁，就是一个点穴，这就是个点穴手段。这个点穴手段影响就非常的大，这跟之前这个川普政府的策略是非常不同的。川普政府的策略是整体脱钩啊，整体脱钩呲啦啦就会美国自己损失也很大。他现在这个做法呢，就是把美国自身的影响降到最低啊，那么主要集中在打击什么呢？集中打击跟中国非常关键核心的部分，超级计算机对中国的竞争力影响非常的大，很多东西跟它都有关系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小院高墙策略啊。那么在一个关键的领域，在一个狭小的范围进行点穴式的打击，产生一大片的影响啊。这就是所以我今天特地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就反映在什么？反映现在拜登政府对华策略。因为最近这2天新闻其实非常的多，你可以包括这个美国国务院啊，刚刚公布一个什么呢？刚刚公布一个放开，就其实全面放开美国政府官员、联邦政府官员和机构和台湾官方机构之间的往来，其实是开放，但他守住一条底线，他说我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但是呢，同时呢，我重大的事件我不去，就是斗而不破。这件事情肯定是有挑衅意味，但是他又保住个底，说我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守3个联合公报，他把这个话一说，中国那边也不大好办。然后就是在重大的事件当中不参加，但是呢，美国官员可以邀请台湾的官员去联邦机构啊，大家可以交往，这个影响非常大，其实。
这是一个啊，这刚完了以后，昨天拜登政府派3名前官员去台湾访问啊，这台湾关系法，庆祝台湾关系法，这个行动其实是又挑衅又守底线，他同时我们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啊，呢就但是我们强调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坚定的支持，这话讲的也没毛病啊，也没毛病，也很难挑出理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看，拜登政府的操作就是斗而不破，斗啊，很善，这是一个有技巧的操作啊。这2件事情同时发生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点赞很重要，我们最近点赞的量少了一点，然后最近呢，大陆的网友翻墙又困难了一些啊，我听了很多网友说，我在这里提醒一下，那个反诈骗 APP 一定要卸载啊，反诈骗 APP 那基本上是一个，你基本上手机里面所有东西都被它控制啊，所以小心啊，网友千万要删掉这个反诈骗 APP。好，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阿绿，谢谢，姥姥王，谢谢，感谢王先生丰盛了我的知识和精神生活。选择资讯来源太重要了，非常正确啊。我们对资讯的选择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非常重要啊。观点：手机所需芯片大小和操算不一样，操算的芯片大小没有限制。中国采用的是堆式的方式，加工精度是28nm，就是而手机小得多。目前台积电已经到了5纳米啊，5纳米。OK。提问：有段时间中国大肆宣传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成功，号称领先世界，后来很少听到相关新闻报道，不知道王先生对此有何了解？是否属于被点穴？我上次看了一下，有一个忘记了叫什么，那个美国的那个华裔的数学家啊，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在一个节目当中讲得很清楚啊。他应该是 MIT 的嘛，麻省理工嘛啊。超级计算机这件事情基本上中国没得做啊，没得做的原因是什么？没得做的原因不是超级计算机，就是这个量子计算、量子霸权。量子计算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跟物理学、数学、工程学都有关系。所以像谷歌啊，像微软，像他们这些美国的大 IBM 啊，都是投入多少？他们说他们学校刚刚投10亿美元，一年投几千万美元，在这件事情，这上来就是几百个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是这样的级别的投到这些项目当中，而且美国已经在这些已经投了10几年啊，所以中国他说他没有那么客气了，他是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直接了，还是有点婉转，说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基本上是吹牛。之前讲的叫什么9算计算机吧，好像是啊，应该都是吹牛啊，做不到的，根本就是理论上的东西啊，没有实现的东西啊，所以量子计算这件事情，中国还是没有能力来做啊，只是说说而已啊，吹吹牛可以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谷歌的量子计算机，他的这个 CEO 站在旁边拍了张照
你看一下那个东西，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中国在这个领域他的意思，那个叫什么名字九张亮子那个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邱什么统邱什么统忘记了，邱成统，一个数学家，邱成统。中国还是没有这样的，我们如果以这个本钱来说中国还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没有达到这个消费能力。观点，国内一直认为西方世界在人权问题的制裁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利益之争。我们经常听到外国政府犯错，中国政府和 CCTV 从来不承认自己犯错。当两边讲的东西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自己想想，到底谁在撒谎？利益之争当然也有利益之争中国跟西方之间有利益之争，利益之争的背后是什么利益之争，利益之争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利益之争是可以谈判，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那么我们是可以用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既然我讲利嘛。奖励的话，无非是利益最大化，你也是利益最大化。如果我们俩打起来的话，这个利益是零的话，那我们就会想，我们呢就不要打，那我们就谈判，谈出一个结果来。那么你能得到你要的利益，我得到我要的利益，最多大家不能得到全部想要的利益。所以利益之争是可以谈判，这很重要那么但是意识形态之争呢，是没得谈。意识形态之争，你比如说意识形态，比如说宗教战争，宗教战争是不能谈判的。为什么？你的上帝跟我的上帝不一样，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你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意识形态之争没有谈判可说。所以你看冷战，西方阵营跟苏联阵营之间的对抗不可调和，没得谈判。为什么？我就是要消灭你。你就是要消灭我，我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对抗，这种对抗不能妥协。所以中国政府经常把中国跟西方的冲突，特别是中美之间冲突，是描述成为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产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威胁，威胁它的地位，所以他就要打击它。然后就举日本的例子，然后就举广场协议的例子，然后我就建议大家先去看清楚广场协议到底是什么。然后中美之间的冲突，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有利益之争，利益之争背后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就是拜登总统讲的专制与民主的之争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可调和不可调和。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有打算未来承认台湾是个国家吗？一中政策，一中一台，台湾不等于中在川普政府时期，我做过一个大胆的假设当时当然当时的趋势是川普政府不断的提升台湾的政治地位不断的提升美台关系然后中国就不断的增加战机等等非常的这个事态非常的紧张。那我当时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美国可能会承认一国两府一国两府呢，可能是美国就对于川普条件，川普政府时代的条件跟现在跟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一国两府呢？因为首先美国一直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那么后来因为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双方就关系就破裂。关系破裂呢，这里面就不存在承不承认的问题，因为双方都已经
关系破裂，就中断了这个外交关系，中断外交关系等于就我不承认你了。那如果美国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又不想跟中国发生翻脸，那么又想建立跟台湾的关系的话，那他不能承认他不能否定他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维持，那么唯一的往下走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就是一国两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承认，我也承认中华民国，啊，这可能是最极端的，对美国政府来说最极端的策略。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又发生了变化，因为拜登政府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啊，拜登政府的想法并不想把两岸变成一个可能发生冲突的一个地区，但是拜登政府不断的做很多动作，这个动作是斗而不破的动作，就比如说开放美国政府官员跟台湾往来的这个限制啊，但是呢他又说，哎，双十节你不能去，所以他兜住个底啊，兜住个底，所以目前我们还要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观察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还要观察。情况墙内把最后一个无法监控的加密聊天工具Single 封杀了，大陆手机无法登录，挂梯也不行。川普的墙看起来是造不完了，但是 CCP 的墙是越来越高。川普的墙，拜登说要把它造完啊。情况坐标北京，前2天去深圳出差，在一个展览会门口被要求安装反诈 APP 才能进入，而且在辅警的要求，没有正规的警察在那负责警务，只是要求辅警在门口查是否安装。不过我没有装，我就要求辅警出示执法证，他们当然没有，我拒绝安装，他们也没话说。看样子是正规警察安排给辅警的任务而已，正规警察不敢在这里要求安装这款 APP， 看样子已经迫不及待要掌控所有人。这款 APP 大家尽量的不要装，装了也要卸载，因为这个 APP 是你基本上就控制你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坐标国内，我是一名管理学研究生，目前正在研究飞腾这个企业，所以有所了解。飞腾原来源于国防科大的项目，最早的 CPU 研发主要是抄袭英特尔，目的是做国内替代。同时，其 CPU 的架构也一直在更换。目前用的是 ARM 的 V8。这家企业虽然说是商业化的公司，但是脱胎于大学。目前的主要客户也是党政军，其实际的大股东是中国长城，也是中国电子集团旗下的子公司。飞腾被禁是可以预期的啊。观点：相信网友听到王舍这一期，应该放弃拜登与中共勾结的阴谋论了吧？其实这种阴谋论很容易破解。打个比方，假如王舍是选举人，我们都是他的选民，如果王舍只说不做，或者说一套做一套，王舍会沦为一个诈骗犯，因为他在选举期间公然撒谎，骗走我们的选票。其次，国会每4年一次选举，大家对王舍这4年表现满意，就继续投票给他，反对王舍会被替代出局。所以民主不可以当饭吃，没有民主连吃饭都没得吃啊。这个问题这一段，我最近还是看到还是有人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有些还是在编故事啊，这个 Deep State 的故事还在编。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是这么看啊。第一个，在选举期间啊，不断的有各种攻击对方的信息出来，可以理解，因为在选举啊，无所不用其极，可以理解。但是选举之后这么长时间，
还在编这种故事，我就觉得就不是一个选举策略了，那就真的是有不良意图了啊。那么这个不良意图大家就要警惕啊，所有的网友都要警惕，就是到现在还在编这种我们之前讲选举中说的各种阴谋论。美国总统说美国总统跟中共勾结，我不知道谁会接受这个结论啊。无论是我们不说拜登吧，我们往前说哪个总统跟哪个美国总统跟中共勾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美国总统大家知道，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跟进，包括川普总统的一些行为，你可以看到，就算是美国总统这么大的权力，他也不能够为所欲为，他的所有的政策都被美国国会制约的。所以你可以看美国总统的每一项行政命令，它的结构你知道，它必须有所依据的，而且美国的所有的媒体每天都在盯着他每一个讲的每一个字，是不是跟中共勾结，不用你来判断，那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判断，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点常识啊，这种不能够怎么说呢？我已经很久不讲这个话题了。为什么？我觉得大选已经结束这么长时间啊，如果还深陷其中的网友，要尽快的醒过来啊，恢复你的正常的理智，恢复你正常的生活。当然，我仍然有一些朋友，我还有一些朋友还在美国大选当中出不来，还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可见这件事情影响多么大。观点：国内要求安装反诈骗 APP 的用途，主要是用来阻止中国人向国外传递敏感信息。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无法阻止中国的黑料跑出中国，甚至很多国外的先得到信息，国内捂都捂不住，才会公布。另外一个办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你有没有翻墙啊，看你有没有翻墙。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装。情况和我关系很好的战狼，因为丈母娘反对，没有接种疫苗，可见大陆乡村人士，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被经常上山下乡的公务员称之为愚昧。OK，情绪前几周看到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位好像曾经是小粉红的中国网友留言说，他翻墙了解历史之后，我觉得现在的国家就应该是中华民国。那瞬间我恍然大悟，难怪中国共产党要建防火墙，不敢让信息自由流通讨论。现在中共现在在国内的这个信息管控的程度，跟文革时代是差不多了啊，已经回到文革时代啊，就是我们当时我们文革时代有一样东西跟现在翻墙是差不多的，叫什么？叫偷听敌台。偷听敌台抓到了，那是可能会坐牢那个时候可能会坐牢。那么现在就是那个翻墙也会坐牢，现在翻墙也会刑事拘留等等。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以前什么反标啊、反动口号啊，这些都是会有严重后果的。你现在在网上也会有严重后果，也会把你抓起来。现在的情况跟文革的时候是差不多，只是场景不同，只是发生的场景、发生的工具不一样而已。其实现在真的是。习近平成功的让中国再往回退几十年很多手机很多手机也会后台监听。我曾经和一个男性朋友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内容基本上是整容。他回家后，手机各种 APP 整容内容推送明显变多情况。今天学校已经组织了我们打北京科兴中维的疫苗。提问：台湾的民意不会支持一国两府，对台湾来说，一国本身就是个魔咒。
将永远限缩台湾2350万人的未来选项。对中共而言，后面代表的是两制，而一国则是 PRC， 台湾海峡就是内海，他国将不得干预共军在台海周边的进出。请教王先生怎么看？当然，就是对于台湾来说，一国两府不是他们喜欢要的结果啊，他们要的就是，呃，一国两府不是他们为什么不要？一国两府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在台湾，我为什么之前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府现在是，中华民国政府是真实存在的啊，中华民国现在也是真实存在，美国只是承认这个事实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民意不会支持一国两府，它现在真实的存在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说台湾独立这件事情，如果台湾独立要冒政治风险，台湾民意不一定会支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蔡英文总统的第二次大选，蔡英文总统选举，第一次选上跟第二次选上，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就是放弃急统，放弃急统是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缉毒，放弃缉毒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所以你说台湾民意不支持一国两府，我基本上我怀疑你这个判断啊。那么至于我刚才我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台湾岛内的问题啊，台湾岛内我们可以另外再谈。我讲的是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它最极限的做法就是斗而不破的极限做法，可能就是一国两府。我不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结论是什么，就是拜登政府会不会做这样的政策选项啊？这是当时以川普政府当时的这个美台关系进程为前提做的一个大胆的假设啊，也不是预判啊，大胆假设。因为在我来看，美国目前以现有条件来看，美国唯一最极端的、最远端的一个选择就是一国两府啊，因为中华民国到现在是真实存在啊。情况加情绪，这两天台湾媒体在传非营利机构哈利法克斯国家安全论坛计划将一座重要的奖项颁给蔡英文总统，结果遭到加拿大政府以撤回赞助施压，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如果加拿大真的因为怕中国制裁而从中作梗，只能希望美国队长整合的动作快一点。我看了一下，但是我没有跟进啊。我看到了这个新闻，但是没有跟进。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媒体在报，只是在台湾媒体在报。而且，为什么加拿大要干这事情？我觉得有点不大 make sense，跟加拿大政府现在的态度有点不大一致，所以我就没有跟进。我没办法判断。观点：反对一国两府的本质是希望台湾完全脱离中国，至于国号是什么，就交给台湾人民来决定。本质上是台湾独立，本质上一说本质呢，就是要加自己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观点，没有依据的观点。一国两府怎么是本质上是台湾独立？你讲个理由，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什么？一国两府本质是台湾独立，我不同意啊，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嘛，对不对啊？提问：在一期台湾的访谈中，有人提出台湾面对新疆维族人被迫害的问题，台湾当局应该向大陆政府严肃提出，这样外交部就能以别人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予以逃避了。什么意思？台湾当局应该向大陆政府严肃提出，
这样外交部就不能吧，少了一个字吧，不能以别人干涉中国内政为由逃避了。请问王舍怎么看？我们是小孩子过家家吗？外交部他可以不搭你嘛，是不是？你说呢？我们不要太小看外交部的躲闪能力了，好吗？在新疆的议题当中这个问题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出来，都应该提出来，包括台湾方面也应该提出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新疆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不人道那么至于他会做什么反应，你就不用管他会做什么反应，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发出这个意见，对吗？你说呢？重要的是所有人对新疆这个议题向中共发出反对的声音，这是最根本的。至于中共做什么反应，你管他呢？你说呢？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管他的反应，因为他不会。这里面肯定的两点，第一点，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不会期望中共因为我们发出声音做出改变，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发出声音很重要，为什么？它会形成什么？它会形成舆论，它会改变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当全世界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当大家都发现所有人都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影响中共了。所以不是你那句话能怎么样改变中国他这句话答不上来，我就很高兴了嘛，这个不重要观点：台湾民意不支持一国的架构，这会造成台湾国际空间被限制，而中华民国只存在台风金马，所以正确的是两国论，一边一国，彼此自由。我讲的是美国的政策，不是台湾的民意你说这个跟我讨论的范围没有关系，好吗？我们不讨论了我们不讨论的，我们讲的是从美国的角度。美国的角度前提有两个，第一个，美国的一中政策这一中政策是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或者是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除非美国改变这个原则，否则没有其他的空间，好吗？如果至于说我们要去讨论台湾人民的意愿，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议题 ，OK？提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现在大陆跟台湾开战，美国不参战？台湾一定输，这是模拟军力吗？60年代 CCP 有登陆金门作战，全部被俘，这是党史里面有的或者我看错了我看错了嘛那么多人吗？不是很多吧有一些人造的舆论在里头。情况：反诈骗软件在 App Store 上面骂声一片，评分1.5，就是真实情况的写照。感觉 App Store 评论快要被和谐了。观点：中国缺乏超级计算机的应用软件。目前几乎所有的科学计算的软件，如空气动力学、天气预报、汽车碰撞等模拟软件，几乎都是美欧开发的。这些软件需要几十年的科研积淀才能实现，光靠砸钱是办不到的。所以中国只能在硬件方面弯道超车，管它有用没用，拿所谓的计算速度赶超别人。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OK。提问：王先生对墙内奋斗中未来几年才能人肉的翻墙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未来几年才能够人肉翻墙有什么建议？多攒点钱多挣点钱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当你人肉翻墙之后，你就会相对会比较，你的生活状态会比较好一点，心态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别的建议，就是使劲挣钱攒，然后就
做更多的准备呗，啊，更有价值的准备，就是对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了解，语言啊，特别是语言最重要啊。如你可以把80%的精力用在语言上的准备啊。提问王先生可以做一期节目比较一下西方选举制度的区别，为什么说美国是灯塔？谢谢王老师。OK。麦克、米卡卡，谢谢啊 ，Helen，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